好，回来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的是台美的关税贸易谈判啊，持续的卡关中，现在还没有一个最后的定论我们也都知道说，矽盾也就是台积电一直都是台湾能够跟外界，特别是美国来谈的一个筹码。不过现在呢，似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状况，就是呢，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之前就在这个礼拜，他直接威胁他说呢，在他的任内要确保40%晶片制造回流到美国，最终的目标呢是产能55分就是先进制程，那美国跟台湾呢是产能55分，可是这个美国产能55分的要求台湾方面已经明确表态了。负责代表谈判的我们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说，没有讨论也不会接受。可是，在这个话讲完之后，没多久就丢出了另外一个说法，说，包括现在我看到这几天的新闻是府院都已经证实了。就是要推出一个专属所谓台湾模式的新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协助美国打造一个类科学园区，其实就是一个另外的新竹科学园区到美国的意思把台湾的代工经验还有产业聚落的经验呢输出到美国。我想请教一下骆老师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在野党一直批批评说这是完全是在刨除台湾科技业的根。我要问的问题是，产能55分真的有比现在这个就是说类科学园区有比刚刚讲说产能55分要好吗？您觉得？产能55分是说先进制程里面有美国生产一半，那台湾生产一半，它的意思这样。那类科学园区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是国科会主导下面的，有竹科、中科跟南科3个科学园区，我们是中央直接来管理。那但是呢，美国不可能由联邦来管理，所以一定是你去州，比如说 Texas 州，那个州在那里设一个类科学园区，但是那是由州来管理，那我们是由中央来管理，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呢，我们是水电。还有基础设施，甚至像废弃物管理、水资源，全部都这个科学园区都帮你弄好了。就我们是全方位的服务一站式的服务。那美国大概目前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它执行上是办不到的。他们对他们讲是相当难的挑战。所以我们才说它是类科学园区。但是我想，行政院副院长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台积电这100多家的这个供应商，是不是他们想要到国外发展？不要只做台积电生意，你是不是要去做一些其他国家生意、其他业者生意？那你是不是应该去美国去多做一些拓展生意，而不要只是在自己的舒适圈这里，在这争取企业的利益？我想他的想法，那当然，有人会说，你这个是要把台湾掏空啦。的确，它会有影响到台湾台积电整个供应链在台湾的投资金额，这是确实的。但是呢，请问你要用什么来跟美国来做一个谈判筹码呢？目前台湾最有价值的就是台积电整个的供应链。难道你要像日本那样子投资5500亿吗？你要像欧盟投资6000亿吗？还是像韩国投资3500亿？我想这个预算会吓死人了，因为比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1年的都还要多，这是不可行的。难道你要像越南那样子说我们全部零关税，对美国来台湾的全部零关税，这也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势必要有个谈判筹码。那我们谈判长说，我们把我们的业者，你美国政府把它规划好了，这些设施都齐全，水电基础设施什么全部弄好了，那我们业者他如果想去的话，那就可以去那里。我相信这算是一个权益之下目前能做的一个方法，但是能换到什么，这很重要。对，那您觉得能换到什么？我们希望呢，比如说你关税是不是可以在那个对等关税可以再降低一点啊？还有232的这个条款。电子元件这个关税目前还没有公布，这是他们说的佛地魔，这个最大的，万一25%、50%、100% 的话，那我们整个电子产业恐怕大概会非常非常的惨。了解，吴老师，您觉得我们能够用这个类科学园区换到什么吗？换到压力小一点啊。我说一下这个1700万，对不起，这个。Lunik 讲说任内保证40%晶片跟我们什么对分，这个他做不到。对，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我简单算一下，花1分钟大家产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台积电去年全世界的总产能是1700万片，相当于12寸晶圆，1700万片。注意去年那个时候美国 Arizona 还没有量产出来，所以这里面顶多包括一点点这个熊本的，对不对？那假定在未来3年，亚利桑那这个6个厂可以全部都完工。
然后它每一个厂的这个产能都跟我们台湾的这个厂的这个产能的效率一样高，每个月5万片，6个厂只有多少？5、6、30万，一年就360万片。那可是我们台湾也有新竹跟高雄厂2奈米，现在也加入量产，所以将来我们可能是2000万片，它最多360万片，我们是2000万片，所以它不可能到我们的55分，所以55分做不到，所以我们政府也不用去跟他 argue， 反正他做不到，他乱讲一下做不到的。他指的是指先进的部分，不管即使先进部分他也做不到，也做不到。因为在美国盖厂，我刚刚讲都理想状况，他要盖厂，他时间花非常长。台积电在 Arizona 厂第一个厂花了4年，台湾盖个厂大概2年，所以未来3个厂，就算在未来3年盖完，前提是他说要在他的任内，所以我说他任内一定做不到。我讲任内不可能。然后回到你刚刚讲那个科学园区，这个是台湾政府可以做得到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台湾的这些厂商，我帮助你到美国去落地。我帮助到美国落地，台湾缺的土地，美国多得很，水电这些问题台湾也比较缺，美国暂时也都能解决。美国土地其实很便宜。那您觉得各家厂商，就是在整个半导体供应链的这些厂商，他会去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他到美国去投资？现在跟他们讲，不用才想象，现在跟他们讲的讲法就是说，你到美国去不是只是 Arizona、台积电这6个厂工作，因为美国现在要盖非常多的 data center， 都会用到非常多的厂务啊、水管啊、供电啊。就厂物质，就所有这些 facilities 通通用得到。所以你们到那边去的不是光看 Arizona， 还有 New Mexico， 一直到德州，这个阳光带就变成一个新的科技带来取代那个铁锈带。所以这个概念已经出来了，所以鼓励台湾这些厂商通一起去。那美国人今天当然高兴啊，那你政府的确也可以帮助这些厂商去嘛。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业者会担心说，这真的把台湾掏空，因为台湾的供应链这个产能是有限的。对，因为这样听起来其实对美国都很好的，当然对美国是，但是听起来好像对台湾没有很好。对，因为台湾厂商去美国，其实有些也，我这样讲你也不要生气，或观众不要生气。有些厂商去发觉，哇，美国市场真的很大，我们比光在台湾做啊，市场突然大了3倍、5倍、10倍的，也有厂商这样的感受。当然到那边很多挑战，但是不妨去迎接。既然打压的商家非去不可，那我们就正面思考，那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去争取这个市场吧。也有人这样想。OK， 因为在这个产能5分的说法出来之后，虽然刚才吴老师讲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哈，但是其实台湾已经出现很多反对的声音，甚至是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像也来过我们节目的邱达生老师，他就直接用一个形容，他说这是包裹糖衣的勒索了。但是这个其实美台之间的谈判确实很难谈。有糖衣吗？在哪里？他就是一个明白的勒索，是吧？勒索哪有糖衣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台湾这边哈，就是政府大费周章的去让利，就是想办法要像您刚刚讲，要把关税降低哈。可是现在讲说还提到说，像是232的条款要纳入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哈，因为像232的相关也还没有公布。那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条件都拿出去了，包括说要建一个类科学园区，当做筹码，希望美方能够换取就是让关税降低。好，可是真的换得到吗？左老师您觉得？还有南韩也是啊，南韩也是一样被逼得很惨。那可是呢，他们的总统就非常的斩钉截铁讲说，这是我没有办法向我南韩国内的人民交代的哈，你逼死我也没有用。好，这个还有预付款的这个部分哈，这个宁愿吞关税也比割地赔款好，这是南韩的态度哈。那台湾怎么现在做法？这个我们有什么可以向南韩这些参考的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政府没有跟人民讲清楚啊。就是说，南韩它这个整个谈判过程，很多概念，很多它的一些坚持是有揭露出来的。我们现在政府没有讲。政府现在给民众的说法说，绝对会捍卫这个台湾的利益，一寸不让。那这样就大家无从去判断了，就也不知，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有什么选择，你才会去做选择嘛。那这时候民意才会出来说，那我们希望是什么样的一种选择？但现在政府就是没有告诉我们说是存在这样子的选择。那当然第二个其实要讲的说。你说关税跟投资比起来，关税可能比较好应对啊，因为你可以通过贬值来处理啊。可是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情况是什么？我们不单有关税，而且还有升值，所以企业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更大的负担是升值所带来的这个竞争上的不利益。那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部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反而是政府应该要去操作的。政府现在都不能说不行啊，美国会认为我们是是干预市场。其实美国在看干预市场，所谓的干预汇率，它有很客观的标准。